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件很酷的事。想象一下，我们找到了一份传说中天才机械师遗留下来的手稿，里面竟然是一份飞行计划。这计划不是要带我们上太空，而是要带我们飞越自己脑袋里的各种乱流，找到真正的心理自由。听起来很棒，对吧？好，那我们就一起来解开这份蓝图的秘密吧。来，问问你自己，你的脑袋是不是有时候也像一颗快要烧坏的引擎，嗡嗡作响，转个不停，明明感觉快要过热了，但就是停不下来，所有的能量好像都耗在原地空转，哪里也去不了。如果你有这种感觉，那太好了，因为这就是我们今天就要来拆解的核心问题。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飞行路线图。首先，我们会先找出地面上那个叫过度思考的陷阱。然后我们要学会分辨两种完全不同的燃料，念头跟思考。接着，我们会听听一位滑雪教练的秘密，学会怎么导航，并且启动我们内建的 Sage 罗盘跟 Trust 紧急系统。最终的目标呢，就是从那种紧绷的状态飞向一片开阔的天空。好，第一站，我们要来看看这个过度思考的陷阱。我们得先找出到底是什么让我们的引擎压力这么大。这份手稿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们心里的痛苦其实问题不是出在外面，而是我们内部的一个运作过程出了点差错。这份手稿呢，其实可以说是心理学家 Joseph Newgan 思想的一个绝妙诠释。他直击点出问题的核心呢，就在我们自己的大脑里。所以，到底什么是过度思考？手稿给的定义，我觉得真的超精辟。他说，过度思考就是试图用逻辑分析来解决情绪上的焦虑。这就像什么？就像你拿了一只扳手，然后想去修理一颗破碎的心。你看，工具根本就用错地方了嘛。而在一切的背后，追根究底，其实就是我们对失控的深深恐惧。好，来到我们的第二站，念头对决思考。各位注意了，我们现在正要进入这份手稿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解开心理自由的那把钥匙。作者用了一个很酷的比喻，他说这个秘密就像是天空之城的飞行石碎片一样，一旦你懂了，就能彻底改变你的飞行方式。我们直接来看这张图，你看左边，这个就是念头，它们就像这些自由漂浮的飞行石碎片，是突然冒出来的很原始的能量，毫不费力，而且本身是中性的，没有任何重量。但是你看右边，思考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它是一个主动的、带有批判的加工过程，就像这双机械手一样，它会去抓住那些飘来飘去的中性碎片，然后硬把它们塞进机器里去分析、去评判。这个动作不止超级消耗能量，而且也就是它让我们感到紧绷跟焦虑。为了让我们感受更深刻，手稿里有个小实验，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起来试试看。来，第一步，问自己一个问题：我理想的年收入是多少？有没有？是不是有个数字几乎是瞬间就蹦的一下跳出来？好，那个就是念头。接下来第二步，把你刚刚那个数字乘以5，感觉到了吗？你的脑袋是不是马上开始运转了？这怎么可能？我要怎么做到？这也太扯了吧！这个过程就是思考。所以你看，痛苦的根源根本不是那个数字，而是我们开始去思考、去分析、去评判它的那一刻。OK， 第三站，滑雪教练的秘密。好，既然我们现在搞懂了问题出在哪里，那下一步该怎么办呢？手稿接下来给了一个超级有用的比喻，来教我们怎么校准自己的飞行方向。记住一句话，你的注意力就是你的方向舵。这句话就是不要盯着树看，要看着你想走的路。你先感受一下这句话。这句话可以说是整个导航系统最核心的指令。滑雪教练在教新手的时候会这样讲，但这背后其实是一个超级深刻的关于我们大脑运作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的注意力真的会创造你的现实。你看这张图就完全懂了，为什么我们老是得到自己不想要的结果？
因为如果你滑雪的时候，眼睛一直死死地盯着旁边的树，心里想着千万不要撞到树，千万不要撞到树，你才会怎样？你的身体就会不自觉地往那棵树的方向偏过去，然后砰，你就真的撞上去了。那些树就是我们心中万一失败怎么办的恐惧。好，第4站，我们内在的罗盘 Sage 手稿在这里给了我们第一个超实用的工具，它就像一个导航系统，可以帮我们拨开恐惧的乌云，看到一片晴朗的天空，确保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来自内心的智慧，而不是恐惧。Sage 其实是一个缩写，你可以把它当做做决定前的一个检查清单。首先是 S， 代表 Serenity 宁静，你就问自己哪个选择能带来长远的内心平静，而不是短期的焦虑缓解。再来 A Alignment 对齐，哪个选择更符合那个最好的我的样貌。然后是 G Growth 成长，哪个选择能真正推我一把，让我扩张，让我成长，就算会有点害怕也没关系。最后最关键的 E Emotion 情感，问自己我做这个决定的驱动程式是爱还是恐惧。第5站，我们要来谈谈怎么打破瘫痪，启动 Trust 系统。如果说刚刚的 Sage 是晴天使用的日常导航仪，那 Trust 就是当我们卡在那个分析瘫痪的暴风圈里动弹不得的时候，你必须要敲碎玻璃按下去的那个红色紧急按钮。不过，在按下按钮之前，我们得先认清楚我们的敌人是谁。没错，就是恐惧。它就是过度思考的根源，而且它超狡猾的。它会伪装成逻辑、理性、谨慎的样子，然后在你耳边一直碎碎念说你还需要更多资料，你还没想清楚。但手稿告诉我们，你真正需要的根本不是更多资料，而是更少的恐惧。这个 Trust 协议的步骤很清楚，它能一步一步带我们走出风暴。首先 T，Take 5 deep breath， 先做5次深呼吸。这是在干嘛？先让你的身体冷静下来，关掉情报。等你平静了，再来 R，Reveal the root decision， 找出最核心的那个决定到底是什么。然后 U，Uncover the fear， 诚实的面对自己，你到底在怕什么，把它揪出来。接着是 S，Shift to intuition， 切换到你的直觉。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如果我一点都不害怕，我会怎么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T，Take the smallest action， 采取一个最小最小的行动就够了。为什么行动这么重要？因为行动才能创造清晰。书稿一再强调，你根本不需要等到整个飞行计划都完美了才起飞，你只需要先发动引擎，往前滑行一点点就好。哪怕只是写一封信的第一句话，或是打一通2分钟的电话，就是这个超级微小的行动，才能像一把钥匙一样解开那个思考的死循环，让你重新拿回主导权。好，我们来到最后一站了，从收缩到扩张。现在我们把前面学到的所有零件都组装起来，看看这整套飞行计划要怎么带我们从一个因为恐惧而紧紧缩在一起的状态，飞向我们心中那座自由的天空之城拉普大。所以，请务必记住这份手稿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我们的目标从来就不是为了做决定而去搜集更多的资料，不是的。真正的目标是减少我们内心的恐惧。你想想看，当恐惧的噪音越来越小，你内心那个智慧的声音是不是自然而然就听得见了？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它不是要你去控制你的念头，那太累了。真正的自由是学会让这些念头就像天上的云一样，自由地飘过去，来了，然后走。当你不再需要用力抓住每一个飘过的念头去分析它的时候，恭喜你，你就自由了。你就是你自己天空的飞行员。